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19期。最近这段时间看到一些朋友的评论，问我这个系列介绍的游戏范围。虽然在第1期有提到过，这里还是重新说明一下，范围是所有的官方授权作品，包括日版、美版、欧版的卡带游戏，加上磁碟机的磁盘版。时间以最早发行的版本为准，未授权的游戏还有各种自制和改版作品都不包括在内。毕竟我这个系列节目的范围要控制在一个可完成的程度，而不是画一个大饼放在这里。更何况被画饼这种事情，打工人已经经历了很多了。下面就进入本期的主题，1987年3月份发售的作品。威尔童话，这是一款移植作品，最早1985年发布在电脑端，红白机上只有磁盘版，原版实际是由2部作品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移植到红白机上只有第1部的内容。游戏的类型属于动作冒险和 RPG 元素的混合，主角是胡之王国的王子，在经历了许多考验之后，他赢得了公主的爱，但一个巫师不喜欢王子，把他变成了一种叫做面纱的怪物，一个下半身像山羊的人。王子带着自己的剑和公主送给他的手镯，寻找回到公主身边的路。本作的特色是采用了视觉小说的形式呈现故事，在每个章节开始时都会用很长的文字加上插图，并结合少量动画来讲述故事情节。讲述完一个章节的故事后，开始控制角色。在俯视角的场景里，主角按 A 键发射攻击， B 键可以跳起，生命值在画面的左下方，初始为5个爱心。场景中每收集4个仙女图标，血量的上限加1，总共8个章节，每个章节又分成2个部分场景。如果掉入洞里，会回到上一个章节。场景中隐藏着一些特殊的重要物品，但这些物品的地点和作用都得靠玩家自己摸索，没有任何的提示。蓝色的圈圈可以保存游戏进度，按选择键查看获得的物品，剑提升攻击的次数，鞋子免受地形的妨碍，也是通往下个场景的重要道具。因为是从早期电脑端移植，动作和画面显得非常的不连贯，画质也很粗糙，每次退出物品界面还会黑屏一段时间，玩法并没有什么亮点。游戏应该是比较强调故事情节，视觉小说的表现方式在当时是一大特色，但红白机上只有1半的内容，也体现不出完整的故事。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淘金者，艾瑞姆推出的一款淘金者游戏，只在磁碟机上发行。淘金者的原版版权属于 Bloodbound 公司，在哈德森之后，艾瑞姆拿到了红白机上的授权，而这部作品又是基于艾瑞姆自家的街机版淘金者开发的。游戏的玩法和哈德森的版本基本相同，每个关卡收集场景中的全部金子，就会出现到达顶端的楼梯，爬上梯子过关，挖坑消灭敌人，死掉的敌人又会重新刷出来。接下来讲讲区别，除了人物的形象、场景、背景音乐这些不一样，敌人角色超过了10种，每个关卡的版面比哈德森版的要小一些，画面只有少量可滚动的区域。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应对双人游戏模式，本作的双人模式可以2个人同时游玩，而且还单独为双人游戏设计了15个关卡。在这些关卡里，有些地方的金子要靠配合才能拿到。另外，由于是基于街机版来开发，街机的某些设计是为了更高效的吞币，这部分也带到了作品当中，放在家用机上被不少玩家诟病。其中以第6关最臭名昭著，到后面的关卡难度曲线上升得很快，还有一些不公平的设计，或者故意挖陷阱让玩家进入，有时不能只依靠自己的角色行动，还需要利用在敌人头顶跟随移动，或者让敌人掉入特定的坑里，还有少部分依赖敌人的随机运动，带有运气的成分。总体来说，不管从知名度还是关卡设计的质量，这部作品都不如哈德森版。双人游戏模式算是一个亮点，个人评价3颗星。热门音乐，这是东京书籍公司出品的一款作品，严格意义上说它不算是一款游戏，
而是一个音乐演奏软件。进入游戏后有几种模式，第一种 Solo 是单人演奏， Duet 双人合奏，第三种和电脑一起演奏。后面2种钢琴模式也是独奏和合奏，但没有伴奏音乐。进入后有2个界面，来到世界地图界面，总共有20个不同位置，每个位置代表一首经典曲目，加上日本的5首曲目，总共25首可选作背景音乐。切换到演奏界面，右上方蓝色的球可以选择是否点亮闪烁，演奏的画面效果不同，呈现泡泡或者显示成乐谱图案。顶部一排电压表一样的图案表示不同的音轨，1号是玩家演奏的音轨，2到5是伴奏，可以分别选择开启或关闭。中间左侧有4种乐器图案可以选择，会呈现不同乐器的音质。双人模式时能分别选择不同乐器。最下面的键盘用于演奏，1P 玩家控制红球，2P 或电脑控制蓝球，用方向键在键盘上移动， A 键长按， B 键快速连按。右下方麦克风图案打开后可以开始录制，录好后用右边的磁带图标播放。这个演奏软件的创意还是不错，但实话说，用红白机手柄操纵弹琴非常困难，真想要在这上面作曲基本不可能，除非外接一个音乐键盘，要不然最多只能充当小孩子的玩具。个人评价2颗星。西部法律，这也是一部移植作品，原版1985年发布在电脑端，开发方是一家叫做 Accolade 的美国公司，在上世纪80、90年代短暂存在过。红白机的移植版由东星软件开发，波丽佳音发行。游戏主题是在美国旧西部的一个边境小镇上，玩家扮演一名警长。画面的显示方式很独特，从警长的背后视角，左侧显示主角人物身体的一个部分，每个场景都在固定的画面内，会有一个人物走出来与警长对话，需要回答人物的3个问题。回答问题的方式是在下方的4个选项里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在对话过程中，画面里有时候会出现歹徒从背后开枪，这个时候要在敌人行动前拔枪消灭他。回答完3个问题，进入一个分数结算画面，根据选择的答案和消灭场景的歹徒或者击中奖励钱袋计算得分。另外，有些人物的对话如果选择的回答不合适，也会导致枪战，也可以不和人物对话或者中途停止开枪射杀对方，但这样做会降低得分。如果角色被击中受伤，根据之前与镇上医生对话的结果，决定是否能得到救治。游戏中的背景实际只有4个，分别是酒吧、马车驿站、火车站或银行。人物除了医生，还有逃犯、小孩、女老师、不怀好意的副警长、勾引主角的酒吧女老板等等，都是西部片里典型的角色。当完成全部场景与不同人物对话后，主角活下来达成结局，结算最后的得分，游戏通关。本作的玩法比较有创意，题材也是早年北美玩家喜爱的类型，不过流程非常短，对话选项和歹徒出现的位置很快就能完成背板，之后就没什么意思了。个人评价2星半。米奇不可思议之国的大冒险，这是日版的游戏名，由哈德森开发发行，美版名字是米老鼠嘉年华，在北美地区由卡普空发行。本作属于横版动作类，日本的主题以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世界为背景，玩家控制米奇和米妮一起冒险，最终目标要营救爱丽丝。米奇的攻击方式是扔橡皮擦，美版游戏里敌方角色、物品、武器和关卡名称进行了部分修改。2只老鼠会一起行动，但米妮作为跟随角色，被敌人攻击不会损失血量。有些场景里可以利用这一点，分离米妮的位置攻击敌人。画面上方显示分数和角色的血量，场景中很多地方都有隐藏物品，通过扔橡皮擦反复击打可以显现。钻石道具回复1格血量，唐老鸭头像能让血量回满，小仙女获得一段无敌的效果。游戏共有5关，每个关卡的过关条件略有差异，关卡末尾都有 BOSS， 他们都是迪士尼卡通里的经典角色。第1关小房间，先找到橡皮擦作为攻击武器，通过获得钥匙开门前进。这关里米妮如果被粉色的敌人抓住会被带走，要在特定的房间救出他，击败 BOSS， 拿到钥匙后回到开始位置开门过关。第2关海洋，
米奇和米妮任意一个角色掉到海里就会挂掉。BOSS 是渡渡鸟。第3关森林，找到隐藏的洞穴，按照正确的路线才能前进，否则会在一个场景里循环。第4关海盗船，只有很少的几个场景，击败虎克船长过关。最后一关皇后的城堡，玩法和第1关类似，找到钥匙开门才能继续前进，场景比较多，有的房间还要对付小 BOSS， 消灭最终 BOSS 女王就能看到通关画面。作为一款迪士尼主题的游戏，整体氛围轻松活泼，更多的是面对儿童和女性群体，难度相对较低，但基数关卡有一定的解谜性质，还是得动一下脑筋。音画表现、操作手感中规中矩，个人评价3颗星。立体大作战，由史克威尔开发的一款作品，最先发布磁盘版，同年9月份发布美版卡带，美版名直译过来叫做《世界跑者 3D 大作战》，由 Acclaim 公司发行。这是一款 3D 滚动射击游戏，它使用一种称为光栅滚动和光栅中断的技术来再现棋盘格图案的效果，与世嘉1985年发行的街机游戏《太空哈利》非常相似。为了凸显游戏的 3D 技术，还专门配合发售了 3D 眼镜。主角人物杰克，一个狂野的太空牛仔，他的任务是拯救被蛇形野兽占领的8个星球。画面底部从左到右依次是分数、限制时间、关卡编号，右下方的星星为分数物品，再往下是人物剩余的生命数。玩家必须在时间消耗完之前穿过每个关卡。游戏设置在不断滚动的屏幕上，杰克会不停地奔跑，通过上下方向键加快或减慢步伐，也可以进行有限的水平移动。基本动作包括跳跃，用于躲避峡谷和敌人。场景里可以找到柱子形状的物体，这些柱子里有各种道具，包括了时间回复、可发射的导弹或者暂时无敌。收集的导弹可以用来消灭敌人。另外，柱子里出现的蘑菇是有毒的，如果拾取会直接挂掉。拿到场景里的气球会进入奖励区域，在这里获得额外的星星和道具。游戏的8个星球就是8个关卡，每关又包含了几个阶段。关卡的最后阶段都是与 BOSS 蛇形怪兽战斗，每关 BOSS 的外形都有些区别。这个时候操控方式略有变化，杰克飞在空中可以在各个方向自由移动，也可以不停发射子弹攻击，此时成了一个飞行射击的类型。本作的 3D 游玩方式在当时算是很有特点，不过内容单调了一些，敌人角色大多是些可爱的形象，音乐很不错，作曲仍然是直冲生夫。全球销量50万份，给当时经营不善的史克威尔回了一波血，但也仅仅是暂时续命的程度，直到年底发布最终幻想才算是彻底翻身。个人评价3颗星。棒球英豪，东宝公司推出的作品，由 Compile 负责开发，改编自同名的人气动漫。不过这不是棒球游戏，而是一款动作游戏，内容和原著的关系也不大。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本来是一部不相关的作品，开发到后期拿到了棒球英豪的授权许可，于是直接把游戏换皮发行。主角人物是打野、河野和小南，在游戏里他们的爱犬把小狗弄丢了，需要找回弄丢的10只小狗。在一个横向滚动的街道场景里，玩家同时控制打野和河野2个人物，控制其中的一个时，另一个人物和小南会跟随，可以在2个角色之间切换控制。小南不能攻击，还得同时保护他不受伤害。画面顶部两侧的数字有双重作用，同时代表人物的生命值和金钱。这个设计非常奇葩，消灭敌人数值增加，被攻击数值又会降低，购买物品时扣除点数。一开始可以拿到棒球道具，投掷棒球作为攻击手段。在一个场景的上方和下方都有很多的入口可以进入，在不同的场景里切换，这样整个区域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除了棒球道具，在特定位置的商店还可以购买其他的物品。这里有些物品是打开后面区域或者对付 BOSS 的必需品，能持有的物品数量有限，想要更换的话得先把已有的道具给丢弃。唯一可以获得提示的地方是和特定房间里的大狗对话，但这些提示信息很多并不明确，更多的还得靠自己摸索。除了一开始的第1只小狗，后面找回小狗要么是面对一场 BOSS 战，
用特定的武器消灭它，要么是在某个特定的场景里使用物品。敌人的角色千奇百怪，多数都是可爱的风格。整个的游戏场景很大，不熟练的话玩起来很容易迷路。横版动作加上部分解谜的内容，结合并不搭嘎的动漫主题，玩起来十分怪异。个人评价2颗星。明星之路由 JVC 剑舞胜利娱乐推出的作品，主题是追逐明星梦。2位年轻的音乐人一心想成为知名偶像，从日本的乡村出发，一路前往纽约的明星之路。本作采用横向卷轴的动作冒险玩法，融合了轻度解谜元素。特别之处在于玩家要同时操控2名角色，按上下方向键调整2人之间的距离。在每个关卡中，任务是收集代表音乐成就的金唱片，避免被街头的敌人打倒。敌人包括狂热的粉丝、竞争对手、狗仔队的记者等等。除了基本的跳跃与闪避，攻击手段是发射音符，击中敌人后使对方眩晕，此时再击中能将其消灭。画面上方除了显示金唱片的数量，还显示人物的生命数。2个人的生命是分开的，任何一个耗尽，游戏就会结束。红心代表了时间的限制，消耗完也会挂掉。被敌人攻击或被上方的物品砸到时，如果有金唱片会减少数量，如果没有，人物直接挂掉。共有6个关卡，每个关卡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常是在室外，沿路收集隐藏的金唱片，或者用音符将敌人击晕。2个角色再将被击晕的敌人夹住，也可以获得物品。除了收集金唱片，还有特定的音乐类道具，每关都不相同。收集了一定数量的金唱片和音乐道具后，进入音乐工作室的场景，来到关卡的第2部分。需要注意，如果收集的物品不齐或数量不足，就会被踢出来。在第2部分的平台上跳跃前进，到达终点。随着关卡的推进，2个主角的衣服会越来越华丽。最后一关在纽约演唱完，游戏通关。整个游戏如果单从游玩的层面来看，这无疑是一款失败的作品，操作手感很差，同时控制2个人物，场景中很多陷阱和不合理的平台设计都在故意为难玩家，这让游戏的过程极其困难并令人恼火。但特别的主题背景表现得很好，以80年代日本娱乐产业为背景，处处可以看到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夸张模仿，比如星探、制片人、地下偶像、快餐文化等等元素，有很浓的黑色幽默与讽刺的意味。个人评价2颗星。七宝奇谋2：弗雷泰利最后的挑战。因为初代作品的成功，在第1部发布了1年之后，科乐美推出了七宝奇谋的续作。这一作没有电影情节可改编，是完全原创的内容。游戏的主题和前作类似，弗雷泰利家族抓走了美人鱼安妮和同伴们，主角米奇需要先救出6个同伴，最后救出安妮。玩法上相比初代做了很大的改动。游戏开始，主角还是在横向滚动的场景内探索，有一个溜溜球可以作为攻击武器，消灭敌人有机会掉落钥匙，场景里的门都可以进入门内会切换成第1人称的冒险视角，通过选择画面左侧的4个指令，移动、击打、拿取和使用工具，探索房间，寻找有价值或用于解谜的物品，包括打开保险箱或牢房的钥匙，敲击用的锤子，照亮黑暗的蜡烛等等。按下暂停键可以查看地图，有一种叫魔法探测器的道具，可以在地图上显示同伴的位置，也可以在暂停界面查看和更换道具。随着游戏的进行，还可以获得弹弓和回旋镖作为武器，攻击效果和特点都不一样，灵活使用对通关有很大的帮助。画面上方的2个方框表示当前使用的武器，左边的方格是主武器，炸弹和燃烧瓶作为副武器显示在右侧方格。前面的一些房间获得相应的解谜道具后，就能找到同伴被关押的房间，将其救出。每救出1名同伴，主角右上角的生命值上限增加1格。除了本作新增道具，初代里的部分道具在这里也有出现，几种不同功能的鞋子、头盔和防弹背心等等。另外还增加了水下的场景内容，拿到潜水服后就能在水下活动。此时的武器是水下枪，一次最多发射2发。
游戏的流程一定要先救出全部其他的6名同伴，最后营救安妮才能成功。和上一座比起来，核心玩法做了修改，也加入了不少东西。可以看出科乐美还结合了自家恶魔城的一些要素，新加入的第一人称冒险部分强化了解谜的内容，不同的武器也让横版动作的内容更加丰富。整体难度比初代更难了，初代的经典音乐部分沿用，同时也有新增的曲目。总体来说素质不错，不过我觉得动作和文字冒险2种类型本身不太兼容，一动一静放在一起有些违和，现在的游戏也很少这么干的。个人评价3星半。珍妮在之前介绍变形金刚的游戏时就提到过，发行方特加利是一家玩具公司，男孩子玩的变形金刚、魔神英雄传、魔动王，女孩子的玩具珍妮娃娃和丽卡娃娃。这部作品就是以珍妮娃娃为主角，游戏的类型是横版动作类，主题是珍妮有一场音乐剧演出，但重要的剧本被邪恶的 BB 教团偷走，珍妮要和邪恶教团作战，在演出前拿回剧本。一开始自上而下的视角，珍妮出现在神秘小镇里，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关卡，之后切换成横向卷轴的界面。主角的基本攻击方式是踢腿，也可以切换成喷雾攻击，连续使用会消耗画面右上方的 S 字母的数量。游戏过程中有机会补充喷雾，获得10个 P 也可以增加1个 S。击败特定的敌人可以获得字母和数字，它们的对应关系是通关所需的关键，需要玩家手动进行记录。在场景里获得钥匙后，背景音乐会发生变化，同时出现3扇门，其中1扇门通向关卡的第2阶段。每个关卡的第2阶段都是类似的场景，来到恶魔的宫殿，行进一段距离后见到 BOSS 牛头怪，消灭它，进入一个房间来算命。这段算命的内容并没有任何的作用。完成一关后，再次来到小镇的俯视场景，选择关卡。这些关卡的顺序是随机的，选错关卡会被阻挡在外，并响起蜂鸣声。俯视场景里也有敌人，碰到会受伤，而且珍妮在这里不能攻击。总共6个关卡，后面的关卡流程和前面的一样，只是第一部分的游戏内容和背景略有区别。找到6把钥匙并记下每关的字母和数字后，最后来到音乐剧场，正确输入字母对应的数字解锁，之后就能观看一段5分钟左右的音乐剧演出，算是游戏的结局。说实话，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女性主题的游戏要做成这样的动作类，而且有几个关卡的场景让我以为来到了魔界村。整个过程中，珍妮显得很暴力，不停踢腿的攻击动作也非常的不雅。单看游戏的素质也不怎么样，而且难度还不低，有时候得靠刷怪补充喷雾道具。个人评价2颗星。叠对叠南国指令，叠对叠游戏的续作和初代一样，红白机上的这部续作也是移植版，由 Camco 发行。原版1985年由 First Star Soft 开发，整体玩法框架延续了前作。开始界面可以选择对战电脑或双人对战，有6个场景可选。上一作里的场景都是切割成不同的房间，这一作改成了6个岛屿，在岛上画面可以横向滚动，每个岛屿都有独特的地形特征。游戏画面仍然是上下分屏，单人游戏时控制上屏的白色键碟，要在限制的时间内收集3个武器碎片，组成新型武器。完成后坐上潜水艇逃离岛屿，先完成的一方获胜。潜艇不是固定停在一个位置，离开前要打开地图查看位置，也可以在地图上查看敌人的所在。如果和敌人相遇，依然可以互殴，运气好的话，场景里可以找到一些棍子和小刀作为武器，也可以设置陷阱陷害对手。这座当中的陷阱只有3种，挖坑让敌人陷进去，或者在坑里埋上地雷，另一种是利用树木来设置陷阱。拆除陷阱的工具在这座里被取消，不同的岛屿特征对人物也会产生效果，有时还要避免陷入不利的环境当中。相比前作，这代没有太大的突破，有些元素反而做了简化，陷阱的玩法也有些退步，画质的方面略有提升，个人评价2星半。作曲家 ASCII 发行的一部作品，只有磁盘版。在封面右下角的女性是80年代的人气偶像，
小泽夏希，或者叫小泽夏目。当时的身份是演员和歌手，后来也当过 AV 女优。游戏属于横版飞行射击类，融入了大量的音乐元素，多年后被认为是最早的音乐游戏之一。玩家控制的角色发射弹球，反弹回来后可以继续发射，能够朝8个方向攻击，这8个攻击方向又代表了8个音阶，攻击方位不同，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配合背景音乐有同步演奏的效果。放一段来演示一下。美观的目标是收集音符符号，画面下方呈现收集的量表，满5个音符后进入 BOSS 战。BOSS 都是各种大型的音符，需要瞄准它身上的破洞攻击，持续攻击，下方之前收集到的5个音符一直减少，消耗完就能过关。实际表达的意思是用这些收集的小音符修补获损的大音符。如果被敌人击中，不会直接挂掉，但发射的弹球会变小，并且损耗获得的音符，多次被击中就会挂掉。场景里有时可以获得字母 A， 拿到后能变换演奏乐器，乐器的名字显示在画面的左下方，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不同，攻击效果略有区别，如发射弹球的速度和距离。乐器的类型很多，大部分关卡里都不一样。获得字母 B 增加一个辅助攻击的球，这个辅助攻击没有音效，每次收集辅助攻击的方式发生变化。另外还有几个加速或停止音乐的特殊道具。游戏总共有11关，通过7关就能解锁音乐模式和编辑模式。音乐模式可以单纯享受已经通过关卡的音乐，编辑模式里可以编辑修改或者自己创作游戏的背景音乐。这部作品从飞行射击的游戏角度看没什么内容，音乐的创意很不错，发射弹球的演奏效果很解压，可以编辑和创作背景音乐，放在早期作品绝对算是一大亮点。但可能是游戏太冷门了，现在网上没有什么音乐编辑的版本，如果热度高的话，肯定会有各种修改版的作品。游戏评价3颗星。超级男孩，这是 Sunsoft 针对磁碟机推出的教育软件3部曲的第2部作品。第一部是1986年12月发行的《亚迪安之杖》，在第16期的节目中有介绍过。3部曲的教育内容都是关于算术。第一部《亚迪安之杖》是整数的计算，这部作品是分数的计算。开始界面有2种模式可选，第一种带有游戏故事的模式，第二种 Step Drill 是刷题模式，进入后做计算题并记录时间，题目难度逐渐增加，完成一轮答题后公布分数，有种回到小学时代做考试卷子的感觉。故事模式里主角是超级男孩艾伦，他要前往山区为他发烧的妹妹莉拉寻找治疗方案。游戏的场景搭建又是模仿了塞尔达，在场景内完成算术题，画面左下方显示当前的题目，找到正确数字或者符号的原木，将它推到带有问号图案的木头右侧，就算完成答题。如果回答正确，屏幕上的敌人会被全灭，还会出现道具。完成后从出口进入下一个场景，有的地方要把问号和数字符号连接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有些类似推箱子的解谜元素，可以通过旋转原木调整滚动的方向。画面下方木头图案后面的数字表示可以同时推动几个原木的力量值，有时候光靠推动无法完成解题，这时就需要用绳子道具拉动木头，可用的次数显示在画面的下方。被敌人攻击会损失右下方的血量，推动木头滚动可以消灭敌人。完成10道题提升1点推动原木的力量值，升到10才能完成后面的关卡。相比亚迪安之杖，这座的玩法要有趣一些，推动木头解谜完成算术题，还要升级力量的设计思路不错，不过具体到谜题的设计都不太好，获得不了足够的乐趣来支撑继续做题。个人评价2颗星。地底大陆，看完了第2部，接着来看看 Sunsoft 教育软件系列的第3部，也是最后一部，和刚才的超级男孩在同一天发售，教育内容依然是算术，这次是小数的计算。开始画面还是2个选项，选择磁盘的 B 面直接进入刷题模式，答题的方式和界面都和上一座差不多。选择磁盘 A 面进入游戏模式，这是一个横版动作的类型，它也有模仿的原型。
参照了自家之前发布的红白机游戏《亚特兰蒂斯之谜》，主角要探索地底世界，总共有30关，和《亚特兰蒂斯之谜》的设置一样，在平台之间跳跃移动，扔炸弹攻击敌人。在这里，一旦炸弹命中敌人，游戏就会暂停，随即进入答题环节。正确答对小数相关的问题，左上角的数字+1，用这种方式积累分数。每个关卡答对3题以上，然后炸开阻挡道路的石头，就能通往下个关卡。除此之外，在前面的关卡里有少数几个关键物品需要收集，用于后面打开道路。30个关卡过后，主角划着一条小船来到最终区域，这里有一场 BOSS 战，一头丑陋的恐龙，消灭它也不用做数学题。通关后救出自己心爱的女友。从任何一方面来看，这款作品都找不到优点。击中敌人就要暂停答题的设计，反复打断游玩的过程，并提醒你这是在学习，光这一点就足够让人抓狂。横版动作的部分也相当粗糙，最后的通关画面还提醒玩家，只有学好算术才有资格谈恋爱。个人评价1颗星。冬季奥运会，看名字就能知道这是一款关于冬季体育项目的游戏，在很多平台都有发布。原版是一家叫做艾皮克斯的美国公司1985年开发的，这家公司主要依托雅达利和早期的计算机平台开发游戏，作品的产量惊人，但由于过度依赖计算机平台，特别是 C64， 也不愿意接受任天堂严格的审查策略，后因经营不善，在80年代末破产。这座红白机上的移植版本有磁盘版和美版卡带，分别由玻璃佳音和 Acclaim 公司发行。红白机版的运动项目缩水到4个，开始界面有5个选项，分别是所有项目的比赛、单项比赛、练习比赛、查看世界纪录和奥运会开幕式。4个比赛项目：自由式跳台滑雪，英文俗称 hot dog， 到达跳台位置按 A 键起跳，在空中用方向键做出技巧，平稳落地接受裁判的打分。速度滑冰，控制屏幕下方的人物连续快速按左右方向键高速滑行，通过最终时间比较胜负。花样滑冰，通过组合按键完成动作，这里只能使用手册上的固定指令，并在特定的时机完成才能成功，很难操作。有舵雪橇，左侧的大地图显示滑行进度，在右上方的图像内用左右方向键控制雪橇，弯道速度太快时需要减速，以免摔下来。除了花样滑冰，其他的几个项目玩法还算简单，但操作上手还得花点时间练习。因为是电脑端的移植品，音画水平不佳，可玩性也不如科乐美的同类作品《超级运动会》。游戏评价2颗星。搞怪拍档，万代推出的一款漫改作品，同名的 TV 版动画1985年播出，次年上映了剧场版《搞怪拍档伊甸园计划》，比 TV 版更受欢迎。游戏内容就是根据剧场版改编，只发行了磁碟机版本。不管是动画还是游戏的封面，2个女主角的造型设计都很吸引眼球，她们的名字百合和小慧也让人浮想联翩。剧场版的内容大致是在科幻的外太空星球，2位主角被派去执行任务，阻止走私团伙破坏星球的采矿作业，在此过程中被外星怪物袭击，并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游戏类型是横版射击，采用一击必杀的设定，可以双人同时游戏。双人游戏时分别操纵2个女主角，总共只有4个关卡。基础关卡是从左到右强制滚动的卷轴，又分成4个小关。单人游戏时，拿到场景中的耳环就能呼叫飞车，可以上车战斗。左右方向键调整车速，要注意有些敌人的碎片也会产生伤害。画面下方显示一些信息，左侧是关卡编号和分数，右侧3个图标爱心、五角星和戒指都是收集的分数，分别是100、500和1000分。中间是获得的道具，按选择键框选使用。主要的几个道具有发射穿甲弹的枪、全灭屏幕敌人的毒气瓶和配合保护自己的防毒面罩。没有面罩的情况下释放毒气时自己也会挂掉。手镯获得短暂的无敌效果。到达偶数关卡会来到横向的室内迷宫场景，任务是找到8张秘密光盘。迷宫的关卡里人物在纵向也能移动，这里的画面布局也有调整，信息内容在画面的顶部。通过收集电子钥匙，
打开锁着的门，前往更深的区域。在这个场景里，有的敌人无法被消灭，只能躲开。最后一关的场景来到剧场版里的大反派瓦茨曼博士的研究所，同样要先拿到光盘，然后破坏博士的机器，游戏通关。最后会有5种不同的评价结局，它取决于游戏过程中发射子弹的命中率。虽然当时的剧场版很有人气，但这款改编游戏并没有能够沾光，终归是游戏的素质太差。首先是存在恶性的 bug， 影响游玩的体验，如中途突然卡死，飞车爆炸后左上角会花屏，还时不时的冒出子弹，偶数关卡里无法消灭的敌人也被多数玩家认为是 bug。然后是游戏里敌方角色的设计问题，导致难度极高，有之前提到的碎片伤人，还有的敌人动作诡异，速度飞快，根本来不及反应，有些敌人出现的位置也不合理，操作手感惯性过大，人物反应缓慢，更加大的难度。整体来说是一款失败的漫改作品，个人评价1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